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里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一个身材瘦削、神情木然的日本陆军大将在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梅津美治郎。他作为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代表大本营向同盟国投降。签完字，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退下。梅津美治郎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不写日记，不留手记，也从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是帝国陆军沉默的善后人，哪里出事或者失控，就派他去哪里善后。1882年1月4日，梅津美治郎出生在丰田中津，也就是今天大分县的中津市。他幼年经历丧父与改姓的复杂家庭环境，这对他日后养成冷静、不轻易流露感情的性格有深远的影响。他出生这一天，正好是明治天皇向全体陆海军颁布军人敕谕的日子。他一生将军人敕谕中“军人不可干预政治”奉为圭臬。这成为他日后面对派系斗争时坚守的信念。1897年，他考入新设立的熊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后来升入中央陆军学校。1902年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并以第1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04年，梅津任步兵少尉，参加了日俄战争，最初隶属第1师团，后来转入乃木希典的第3军，参加了旅顺要塞的攻坚战与奉天会战。1908年，他又考入陆军大学校。1911年，再次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同期第2名则是被称为陆军最强大脑，推动国家总体战日后的统治派领袖永田铁山。梅津美治郎从1913年起就派驻德国、丹麦、瑞士等地进行长达8年的军事研究。当时正值第1次世界大战，很多驻欧的日本精英都被战争的规模和消耗所震撼，转而对日本的军政弊端感到痛心疾愁。像是永田铁山、小田敏四郎和冈村宁次就在德国立誓要打破长州法垄断，推行国家总体战改革。但与这些拉帮结派、密谋人士的军中精英不同，梅津美治郎只是冷静观察，从不发表观点。会高后，他也拒绝加入同期组织的以政治革新为目标的二元会以及后来的一西会，更不用说提倡激进行动的英会。他不站队、不结党，始终保持无派阀的孤高和中立，这种谁的派系都不靠的姿态，后来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产。正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派，各方因此都能接受他。于是每当陆军闯了大祸，需要一个没有派系包袱的人来收拾残局时，大家想到的总是他。特别是226事件，确立了梅津美治郎成为帝国善后人的身份。1936年2月26日，黄道派军官发动兵变，刺杀了多名政府要员，占据了东京市中心。陆军高层因同情叛军而犹豫不决，各地的师团长也态度暧昧，按兵不动。当时担任仙台第2师团的梅津美治郎反应异常果断，是全军第1位强烈主张讨伐、迅速镇压的将领。兵变平定后，梅津升任陆军次官，以极端冷酷的手段展开大肃军，将荒木贞夫、真崎慎三郎等大量涉入政变的黄道派将领编入预备役。为了防止被编入预备役的黄道派将领借政治力量复归中央，导致陆军再度陷入派阀斗争与政变风险，梅津美治郎主导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1900年的山县有朋内阁为了防止政党势力干预军事，将军部大臣限定为现役将官。1913年山本全兵卫内阁将资格放宽到预备役，以削弱军部的垄断。只不过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辛辣讽刺的玩笑，梅津美治郎用来锁住黄道派的制度，最后变成了陆军勒住文官政府脖子的合法工具。因为只要陆军拒绝推荐现役将领出任陆相，内阁就无法成立；只要现任陆相辞职且陆军不补人，内阁就会倒台。这等于给了陆军对内阁的制度性否决权。当宇垣义成、近卫维摩、米内光政等人组阁时，就因为陆军拒绝推荐现役将领出任陆相而流产崩溃。后来的东条英机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他组阁后兼任首相与陆相，以防范陆军内部再用同一手法倒阁，也使他获得了空前集中的权力。1939年，极度厌恶军人干政与下课上的梅津美治郎被破格提拔为关东军司令官，再次去为帝国陆军处理善后。自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关东军内部逐渐形成一种不听中央、独断专行的风气，以作战参谋石正信、服部卓四郎为首的精英群体无视参谋本部对苏联的不扩大方针指示，私自在满蒙争议边境挑起对苏战争。结果关东军第23师团几乎被朱可夫率领的机械部队全歼。而在战争期间，德国又落井下石，背弃了与日本的防共协定，与苏联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导致平早内阁倒台，日本的北进战略严重受挫。天皇和军部交给梅津的任务很明确，整队被苏联打得灰头土脸又骄横惯了的关东军，肃清那些对苏开战的参谋，同时稳住对苏关系。梅津一到任就废除了石正信等人制定的好战方针，严格规定第一线部队绝对不准擅自进行武力反击。他还大幅限制了关东军对满洲国政府的政治干预。满洲皇帝溥仪甚至在战后为梅津美治郎作证，说他不像过去的司令官那样对满洲国的内部事务颐指气使，不再把满洲国视为关东军的私务。在他5年的任内，能让最难以驾驭的70万人的关东军纹丝不动，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没有再擅自挑起大的事端。只不过梅津反对没有胜算、违反纪律的鲁莽战争，
他并不反对由国家机器正式发动符合程序的总体战争，他是一个让战争机器不再随意走火，确保高效运转的极致冷酷的指挥官。这也是评价梅津美治郎最无法回避的部分。关东军司令官在建制上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日后臭名昭著进行人体实验与袭击战研究的731部队的最高上级。1936年，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坂横征四郎向当时还在东京当陆军次官的梅津呈送了一份载满兵备充实意见书，里面白纸黑字的写着要新设关东军防疫部，任务包括细菌战准备。也就是说，早在梅津去满洲当司令官之前，他就以陆军次官的身份接触过这个部队设立的源头文件。后来1940年新京农安防疫部队的派遣，也有关东军司令官梅津下达命令的记录。那么梅津作为后来的关东军最高指挥官，对731部队的所作所为究竟知情多少，该负多大责任？关于这一点，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梅津本人也对此保持沉默。无论如何，默许731部队的存续与行动，这在指挥官责任上是无可推诿的。1944年7月，塞班岛失守，导致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在战局极度恶化，需要有人来承担战败责任时，昭和天皇和重臣们立刻想到了在满洲稳如泰山的梅津，让他来出任陆军参谋总长，收拾残局。这个任命据说出自于昭和天皇本人的意思，天皇信任他的冷静和不结党，这也是他为这个帝国最后也最沉重的一次善后。在1945年5月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当米内光政提到对苏乌的工作最终是为了结束战争时，梅津美治郎低声回了一句：“正是如此。”梅津在6月就前往大连，听取了关东军与支那派遣军的实际军情。回国后，他向天皇上奏，在满洲与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实力加起来也就只能对抗美国8个师团，如果美军10个师团在中国登陆，根本没有胜算，现存的弹药也只能够打一场近代式的大会战。这份报告等于把本土决战与大陆持久的幻想直接拆穿。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这份令人震惊的报告坚定了天皇终战的决心。可在8月9日深夜的御前会议上，当外相东乡茂德与海相米内光政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尽快投降时，梅津美治郎却又和陆军大臣阿南惟基站在了一起，摆出决战到底的强硬姿态，主张进行本土决战，至少要为国体护持争取更好的条件。不是梅津立场摇摆，他自然知道战争无法继续，但是他不能像东乡茂德、米内光政那样公开表态投降。如果参谋总长公开承认陆军无战力，陆军中坚将校会立刻认定被陆军的上层所背叛，可能导致阿南惟基失去压制强硬派的空间，中战反而可能引爆政变。要让陆军接受投降，参谋总长不能先公开变成投降派，只有让天皇做出胜断，才能确保陆军最后能够服从投降命令。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几天后，当投降的胜断已下，一批不甘心的中坚将校策划发动政变，阻止投降。他们找上了陆相阿南，面对少壮派的政变计划，阿南一度动摇，甚至说自己能够体会当年西乡隆盛举兵的心境。在这个帝国命运的最后关头，是梅津美治郎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挡住了这场政变。于是日本没有在最后一刻陷入内战，阿南惟基在签署终战诏书后自尽，而梅津则在9月2日登上密苏里号，签下了那最后的一笔。战争结束了，清算开始了。梅津美治郎作为甲级战犯，东京审判最终没有把梅津美治郎定为残虐行为的直接责任人，而是参与侵略战争的共同谋议者。作为陆军中枢人物，以反和平罪判处终身监禁。换句话说，梅津的罪责不是在战场上的血腥暴行，而是坐在军部中枢，让那场侵略战争能够持续进行。在狱中，梅津依旧沉默，他不为自己辩解，也不攻击他人。1949年1月8日，距离他67岁生日刚过去4天，梅津美治郎就病死在狱中。他只留下一句话：忧窗无丽日。在幽暗的牢房窗前，日子失去了刻度，再也分不清今夕何夕。一个一生都在为帝国收拾善后的人，连时间都不再属于他自己。在日本战后的历史叙述里，有人把他塑造成悲剧性的将领，他是帝国陆军狂热失控、下课上盛行的那个时代里少数还保有理性的人。如果没有他在最后关头向天皇反映真实情况以及拦住政变，日本或许会以更惨烈的方式毁灭。但也有看法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理性冷静、防止事态恶化、处理善后的人，反而让这台战争机器运转得更加平稳、更有效率。那么你怎么看呢？